Hello，大家好。这一期的话，我们来看中单发条最后哥啊。每个发条他们都出装方式都会有一定的习惯，有一些就喜欢先做新池哈，然后去拉扯。这位的话就他常年是打自己号的，然后可能更多的是喜欢是吧，输出更好的打出来。所以第一件会选择做，反正第一件的话是不会变化的，第二件的话他就选择做了大帽。我们来看他如何前期去压制这个永恩的发育吧，因为永恩发育起来的话，你不好打他。那发条前期削了平 A 伤害以后，它总体的前期压制效果就没有像之前那么强了，甚至导致这个版本就是的英雄都会肉一些，所以二级的话尝试这里的话，对面有风的情况下就不要去跟他对拼。哦，这里的话对面直接把他送了呀，想找机会把自己给找没了，硬是被Q 技能和 W 技能还有截屏呢消耗死了。对面的永恩也是有点疯了，觉得自己可以硬扛发条的伤害。发条虽然说再不济不像之前那么猛了，但也不至于说说前期你一直接就是一直被他打输出，你还能打就是打得过他的。对面永恩其实把线推了走，然后等第一件那个装备做出来，那个发条都没那么好打他，这样反倒是给机会了。可能是对面永恩太自信了，因为打到这种国服的局都不会太差的。这里的话小心永恩，这里的话永恩也是回家了，并没有下去。对面永恩应该也挺认真了，现在认真起来了，知道不好操作。这里预判，但还是知道你不放 Q 不放风墙是吧？不放这个风，不是风墙，说错了，我就不往前走。上来想打一套，不给机会，保持安全距离。着急的是对方对面也知道征服者已经打出来了，如果跟这个发条拼到底的话是血亏的。这里拉了兵线，对方应该是跑掉了。这里对面的艾克，这里面可以看到，虽然说对线上面并没有说占太大的优势，但是呢，但是兵线上是有优势的。这里给队友套个盾，这里龙女的话前期还是打不太过因为龙女现在真的就纯后期英雄，也是个超级变态的。有了大招以后，变龙形态，然后被动全满的情况下，就400层被动都叠满的情况下，超变态。刚刚那波可惜了，没有杀掉永恩。永恩如果那波被杀掉的话，这里可以把那个大天使给做出来，这样的话可以加快对方的对线能力，应该就没有了。但不着急，你越急就容易出现失误。这里有风，攒着风过来的，打那波消耗。下一波的话，如果还被吹到的话，就可能会出事了。下一波不能吃到他的风，就这个血量，半血的时候绝对是不能吃到对方的风的。直接 EQ 打一套，然后再接大招，其实这个血量就可以秒掉了。这就是永恩了，这版本的永恩。
龙女在，艾克在下路的，这里过来帮个忙，忙不了太多下路什么事情。赶过来 ，Q 接大招拉到2个。辅助秒掉艾克的话，这里沙弥拉过来，永恩直接大招直接闪现，有点着急了，说实话，终究还是差一下没烫死。对面着急了，对面沙弥拉也急了，我操，急眼了都，有点运气成分在里面啊。但也算是绝活哥这边啊，算是操作的很冷静。如果你稍微是吧有点变形的话，刚刚那波也不太好活下来。空了个兵。这样的话可以拿这套火龙。龙女的话肯定先控龙的，所以过来帮忙。拿龙的话能加更多的被动嘛，他这样的话能提早的到后期。一技能给龙女先套加速套盾。龙女进场的话，其实有机会可以那个给龙女那边直接给个大招。但没有死掉，这有点可惜了。永恩在这儿跑不掉了。收掉永恩的人头，开了个疾跑。闪现的话，想操作吗？闪现过来 ，QW， 收掉。那这样的话，配合辅助把这个红 buff 给收到手，让辅助吃吗？还是自己吃掉？不过说实话，确实肯定让 C 位吃。射手那边能吃到那个 buff 就那个被动就很好了，毕竟你打掉红 buff 红蓝 buff 的话是有2层被动嘛。这里的话先锋撞出来丝血塔，不知道能不能守得住。好，守不住了。大招的话是打了一套输出，还是拆了，有点小亏。你看这里面中塔掉了以后，对面的打野是一定会想办法去入侵对方野区的，所以这种情况下就只能说多早点给，就是怎么说，多帮一下，多支援一下这打野这边。这里的话刷个帽子再回去，所以去上路。把帽子做出来，下一波团的话就好打很多了。不要自己卡装备啊，还是差一点。下一波兵线来了，像他这里面的话，大天使加大帽的话，如果第3件你看取舍了。如果做破盾要提早做破盾，对面盾比较多，你就必须得舍去星驰这件装备。如果说你做破盾你做星驰，就得看对面盾需不需要，就破盾需不需要，不需要你可以做。但如果你已经做了破盾的话，其实第4件装备已经不允许你去做星驰了，更多的需要去打收割。所以这里面的话是第4件是选择做无限法球的，小心艾克的大招啊！艾克的那个位置在这里，影子在这。但这里永恩上来打一套，被吹吗？对方反向，对面走位躲掉了永恩的大招。这个。艾克沙弥拉，我靠，这沙弥拉跟艾克怎么一个样啊？我发现，这个皮肤好像啊，他们2个有点分不清了都。辅助上去 A 死对面的辅助，
那这样的话直接完事儿了。我发现近搭配这个萨米拉，不是萨米拉，是塞纳挺强的呀，这样子搭配。那中路可以推掉，这波团战算是有惊无险的打赢了。这一路往下刷嘛，刷到下路的时候可以去抓塞恩，对面塞恩应该知道往这边走了哦，还在打。那这样的话，塞恩可以抓死了。对面塞恩准备开大吗？不打算。那这样的话，哦，强行打有点过分了呀，这样子。大招不要着急，等对面拉过来以后，不要着急。那这样的话，回头打小龙，对面上单状态并不是很好，没有大招的，赶过来应该是赶不过来的。永恩没有下来，那这条小龙他们放了。但艾克跟那个谁有可能偷龙的。来了，必须得看，对面在偷龙，但好像没打啊，应该是碰了一下，但发现打不过。这样的话，对面碰了的话，直接接龙了。对面果然打了龙，然后发现打不过，两个人还是不够伤害的。那这样的话，小龙可以，大龙可以直接接手了。这个镜的那个爆发伤害很高啊！刚刚说打野说，镜的最后一枪直接把小龙打到99血了，吓了一跳。那这种顺风局看的确实很舒服。虽然说前面是有点有惊无险，但你可以看到绝猴哥这边刷经济刷的是很好的，他永远都是出现在一个合适的位置，然后是吧？然后又不会影响队友，不会跟队友冲突的那种状态下去把兵线资源吃到。然后这里的话又打了起来，大招拉对面直接一技能拉开了。刚刚如果说拉克斯的话，应该是可以中的，可惜是拉了艾克，艾克一个一技能直接躲开了。这个大招，这发条的大招很难拉到对面的打野，除非有机会，这种对面刚好E上来是吧？那种真空期是吧？这里过来打一套，就前面有个龙女在顶着。疯狂输出，后面有人给他套盾打输出，简简单单。我去，然后后面还有个那个什么，塞纳一直补血量，然后补输出。这里的话，塞纳估计是走不了了，这样子吃控制的话，那对面也被打得够呛。龙女还想战斗，这有点过分了呀。在这里面 Q 弹死了对面的艾克，没蓝了，必须得往后拉，压制的已经够多了，把对面的蓝给收掉，伤害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离谱，但做了法爆球残血的状况下，就可以去尝试收割了。然后做王冕，补一个容错。如果补一个星驰的话，就可以玩得很飘逸，因为有那个技能，就释放技能是吧？可以提升自己的移速。永恩上来打一套，收割掉了。这里套中了，直接，但是面前来了两个人，必须得往后拉。
这样的话2个人头能收到吗？沙米拉直接上来想秒艾克，那没办法了，双拳难敌四手啊，而且2个都是输出核心 C 位。这里面龙女不在，强行3打5打成这样子，有点离谱了。对面已经没有赢的赢面了都感觉，这边也是很稳，说实话，只有绝活哥这边带着上单有点浪。那龙魂已经做出来了。像龙的话，艾克出现在下路，那这条龙的话，对面也是不打算的。那这样的话，游戏基本上结束了，没什么好说的了。看看最后一波团打得怎么样吧。就像如果说你们喜欢玩的飘逸点，像这局的话，艾克想找到拉克那个什么发条的话不好找的位置。然后对面拉克斯，如果你不给对面升位的话，其实他也控制不到你。所以星驰的话，这局其实可以，如果你玩的好的情况下，你可以做星驰，会打得更舒服、更顺畅一些。这里的话，等后手的永恩回来，大招拉，直接秒2个。那这里的话，最后再把这永恩、塞恩秒掉。那这局就结束啦，欢迎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